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你收听我的频道 Grants Writer， 我是郑南川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用我在海外生活30多年的经历，和你谈一谈我与加拿大和加拿大多元文化我们的生活。今天我想跟你讲的主题是关于我们加拿大人怎么看急诊，也就是说加拿大看急诊有些什么问题呢？大家知道，我们在一些视频里，在一些信息里都知道，说在加拿大看病难，甚至有的说在加拿大把人都拖死了，甚至还有的渔民为了看病都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个解释。我在加拿大生活30多年了，我也经历了很多生病的过程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在加拿大看病到底难不难？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加拿大看病与急诊。在加拿大看急诊，大家都有一个印象，特别是对渔民来说，总觉得在这里看急诊要等4-5个小时，这是最起码的时间，甚至还要等得更长。在我们自己原来的国家，从来都没有这种事儿。比如说去看急诊，很快就可以看到，很短的时间，是否问题就解决了。可惜在加拿大看急诊要等，而且一等几个小时。另外呢，有一些渔民觉得在加拿大看病很难，因为语言的不通，因为对这个医疗系统的不了解，所以呢也不愿意看病。甚至有的渔民呢觉得看病很难，所以干脆回自己的国家去看病。我觉得这些都是误区。今天先让我们讲讲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加拿大的急诊医疗系统是怎么回事？大家知道，在加拿大急诊的治疗它是一个单独的系统，这叫急诊科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看急诊的时候，一定你是有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是非常急的问题。所以急诊的治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它不会简单的就说你来看了就看了，而是它要有一个系统的检查过程。所以你来看急诊，它一般都会有2个过程。第一是先是复试对你的检查，那就是你是不是发烧了，是不是你有特殊的症状。如果是有这些特殊的情况，急诊会特殊的处理。比如说你发高烧了，发高烧的情况，如果给你吃了暂时的减烧药，是不是有效？如果没有效，该怎么做？这也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在急诊室呢，它有专门的急救车，这是另外一个系统。这个系统是干嘛的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急诊有病，而且是很急的病，而且是危险的病，你可以通过救急车把你拉到医院，通常是打911就可以了。这里呢，它有另外一个优越性，就是如果你通过救急车去的医院，进了救急科，那么你的病就会很快得到处理，也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所说的4-5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。所以一般有这种情况呢，通过急救车就会处理得更快，当然它是要花钱的。那么如果是你去看急诊科，你的病你没有发烧，没有特殊的症状，但是你有问题，那么你就要等。这个等呢，就是说可能会等得慢一点，可能4个小时5个小时，可能是按部就班的慢慢来。当我们了解了急诊这3个情形以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说看急诊是否有点麻烦，特别是对于不了解加拿大急诊的人来说，就感觉到特别的困难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当我们不了解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自己主观做出论断，是不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呢？对的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我记得我在
1988年出国的时候，当时在大学读书，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中国民政部的，而且那个时候他来这儿读博士。最早联系加拿大就是因为中国需要学习加拿大的医疗系统。当时我就感到很诧异，我说为什么要来加拿大学习？既然加拿大的医疗好似乎像我刚才说的急诊那么慢那么麻烦，中国要学什么？当时并不了解。现在我在加拿大30多年了，我经历的病很多，我也感受到了。我想提醒大家的呢，第二件事就是我们面对自己的身上的病应该怎么处理。首先要打消自己的心理障碍，不要想着我的语言不好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表达，不要想着这里去看急诊等的时间长很麻烦。第三，更不要想着我能拖多久我就拖多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，因为身体是最重要的。特别是当我们移民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。我可以告诉我的朋友，前几年我身边有2-3个好朋友都走了。为什么走呢？后来我总结了一下，他们的问题都是处在我刚才说的这3个方面。他们都是觉得看病太麻烦，他们都是觉得有病能顶就顶住，他们都是觉得对这个医疗系统没有兴趣，不了解，有点害怕，所以他们都回避看病。结果时间耽误了，我的一个朋友得了肝癌，他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他说我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后来他的背疼，他站不住，他感到很不舒服，他仍然不去医院，最后拖到了最后无法救药的地步。另外2个朋友也是因为这方面的事儿，都是50多岁就离开了。这是我们渔民生活中的一个沉痛教训。所以第一，刚才说的就是要面对这个现实，不要怕。然后呢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去医院，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系统。也许你进了医院，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感觉。现在我就想讲第3个问题，就是面对急诊，我们会获得怎样的收获？我想告诉大家，进了急诊医院以后，当你把整个过程过完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急诊科能拯救你所有的病。比如说你没来过医院，比如说你第一次到了急诊，你等了很久，但是当医生见到你的时候，你会恍然大悟，医生对你的病情的了解是那样的细致。因为急诊科不是一般的科，你说你的胃疼，他就会问你这个胃疼的情况，会问你整个身体的状态，那么他就要根据你说的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说给他，是手疼还是背疼还是胃疼影响到你的肚子疼，你都要说出来。那里的医生他会非常认真的给你处理，这种处理是让你感到惊叹的。如果你说你的胃疼，他会专找专门的医生做这方面的检查，比如说胃镜，比如说 TT scanner， 甚至他会给你做 B 超，他会把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这个检查是需要一个系统，在急诊里边，也就是说他有一个调度员，他要给你安排，要跟你联络，最后要找到医生给你做这些检查。检查完了以后，要把这个结果给了医生，医生又通过不同的专科进行会诊，最后才能在急诊科给你做出最后的选择，对你的病提出治疗。这就是看急诊所要等的时间。在加拿大我去看过急诊，如果是当你开始看病的时候，这个过程是很长的，需要等待。
但是他们所检查的这个结果是让你惊叹的，因为他们检查的非常认真，可以把你的这些问题都看出来，可以找到了以后呢，现在你开始有了信心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，你需要做什么检查，什么检查你需要见什么医生，下次的约会是什么时候。如果你需要住院，他就会安排你住院。所以这就是急诊给你带来的好处，千万有病一定要进急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等于有了一个专科医生。在加拿大都有家庭医生，一般的人都喜欢找家庭医生。当然小病检查身体找家庭医生是对的，但是如果你有疾病，还是找看急诊科。急诊科看完了以后，如果你真是假设你的胃有问题，那么你就会有一个专科医生。这个专科医生呢，自从你看了急诊以后，他就会跟随你，一直到你把这个病处理好。如果处理不好，那么你就成了他的系统观察者、系统检查者。你的一生可以每年都会有一个检查。这就是加拿大的急诊，这就是加拿大看病的开始到最后。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呢，一个是讲给我们的渔民朋友听，你们不要怕去看急诊。另外呢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加拿大急诊的系统，你不要害怕等待，你要接受和习惯它这个系统的治疗，不要用我们在原来国内的想象来检查。我曾经在中国做过检查，看过病，在我的国家，他们速度很快，看得很快，但是呢，是不是看得就很好，你也不好说，对吧？所以在加拿大你看病呢，可能慢一点，慢3拍，但是他们看得非常认真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做 B 超，我曾经在中国做过 B 超，他们做 B 超呢很快，可能5分钟就做好，2个人，一个人在检查，另外一个人在记录，一个人说，那个人记录，马上结论就出来了。当然这是中国的国情，病人很多，需要快。但是我在加拿大做 B 超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少过30分钟的，看了又看，检查了又检查，以后他还要把这个结果发给医生，由医生最后做出判断，再把这个结论转给你的专科医生。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病，特别是急诊，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怕，大胆的去治疗，然后呢要相信医院。现在有一些说法，说是看病难，有的不愿意去接诊，这是对自己的伤害。我有的朋友因为语言不通，因为有些其他的原因，他们就回国去治疗去了。这样好不好呢？这是个人的选择。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是生活在这里，而且在加拿大有世界最好的医疗，你应该接受这里，而且要学会认识加拿大的医疗。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应该说是最好的。至于有些朋友说因为你有病在加拿大耽误了，这种事情是难免发生的。因为在加拿大的医疗系统里边，它分着一些类别，比如说你做手术，它有1级手术和2级手术，有专科手术和有普通手术。比如说你有了胆囊炎这种是属于2级手术。2级手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排队的，也就是说如果是你在内科看出这个病来以后，内科医生把你转入手术科的专科医生，专门做胆囊的，那么如果你的胆囊炎不很严重，那么你肯定要排队安排。如果你的胆囊发炎了，有严重的问题了，这就是属于性质的问题，这种变化你可以赶快找你的医生。那么这种2级手术就会转为1级手术，尽快给你做。但是如果没有转移，还是属于这种，可能你会要等。这就是加拿大的一些医疗系统上的问题。当然你说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，我不太懂。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，
你面对自己的病，你一定要把握住。如果是好的，如果是属于2级的，你也要去看，要去等一等。如果是严重的，医生也会给你治疗的。如果医生不给你治疗，如果是耽误你了，出了问题了，那你可以投诉他。这在我的看病的实践当中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这里的医生是很负责的，并不是像我们有些朋友说的，和我们一些朋友所想象的那样敷衍了事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系统，或者是你没有把你的病放进这个系统里边去，没有去亲身体验。我这些年有过很多病，但是这些病都是从急诊看急诊开始的，看了急诊就有了后来，有了后来就有了专科医生，有了专科医生就有了跟踪，我的身体就随时得到了很好的关照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呢，也许是一个误区，也许是一个你不了解的领域。在加拿大看病是件事儿，移民是件事儿，生活和健康是件事儿，但是所有这些事都是和我们的医疗有关系的。我们去看急诊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活观和健康观。今天我们就说这些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点个赞，谢谢。